你有沒有想過，我們把一把常規的鍵盤分開來用，會是什麼樣子的體驗？分離式鍵盤一直都是非常小眾的產品啊，甚至以前我聽到它第一個反應都是有必要嗎？畢竟一把常規的鍵盤已經夠好用了，為什麼還要把它拆成兩半呢？這個問題在我出社會10年之後，讓我有了深深的體悟。自從成為社畜的一份子，我每天都會至少花8到10個小時的時間坐在熒幕前，不管是寫 email 啊、做報告，還有摸魚。辦公室坐久了，我開始發現一件事：肩膀好像越來越緊，手腕也開始慢慢變酸。所以我在想，造成這種症狀的原因呢，究竟是來自桌椅的高度，還是我鍵盤的位置？然後我就想到了世上還有這種可以左右分離的鍵盤，但老實說，我心裡一直有很多的疑問。它用起來真的比較舒服嗎？還是只是看起來比較特別？打字的速度會變慢嗎？需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能夠適應？更重要的是，它真的能夠改變每天長時間的打字體驗嗎？不過用了1個月後，我發現真正改變我的其實不是左右分離。至於答案是什麼，我們晚點再聊。那今天這支影片呢，我不打算只是介紹 MD770 Pro 的規格，我更想回答一個大家都會遇到的問題，那就是左右分離鍵盤它到底值不值得？而這把 Mistel 的 MD770 Pro 就是我這次用來驗證答案的重要主角。如果你跟我一樣第一次遇到左右分離鍵盤啊，我相信大家的反應應該跟我差不多吧？這真的打得到字嗎？我們最早開始接觸的鍵盤，它都是一整塊的。那分離式不像一般的鍵盤是兩邊完全的分開，那中間的部分呢也空了一大塊。我們長時間使用一般鍵盤而訓練而成的肌肉記憶，會讓我們光用眼睛看就覺得非常的不習慣。然後腦袋就會開始浮現一大堆的問題，我要重新適應的話怎麼辦啊？打字速度會不會變慢呢？每天工作都要用鍵盤，萬一適應不了，不就等於花錢找罪受嗎？我相信這也是多數人遲遲沒有踏入人體工學鍵盤的原因啊，並不是因為不好奇，而是因為不知道值不值得冒這個風險。但就在我真正開始研究人體工學和實際使用1個月之後，我發現大家一直在討論的好像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我覺得真正應該要問的就是左右分離鍵盤它到底改變了什麼？而這是這次我最想驗證的一件事，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先從今天的主角 Mistel MD770 Pro 開始聊起吧。看到這把鍵盤的名字，我第一個想到的其實不是左右分離，而是它憑什麼叫 Pro 啊？現在很多產品只要改個外觀，多一點功能，就會在後面加上一個 Pro。但我認為真正配得上 Pro 啊，不應該只是單純的規格變多，而是使用體驗真的有進步。那剛好我之前也評測過 Mistel 的 MD600 Alpha， 所以這次拿到 MD770 Pro 呢，讓我好奇的並不是它多了哪一些功能，而是 Mistel 這幾年到底進步了多少。那先快速的帶大家看一下有哪些重要的升級吧。所以只看規格 ，MD770 Pro 確實補齊了不少過去大家期待的功能，像是加入了3模連線，不管是桌機啊、筆電或是平板都可以快速的切換。另外也支援 VR，對於喜歡自定按鍵配置的人來說，也比以前方便許多。
還有全 CNC 鋁合金的外殼、PC 定位板和軸體，這些現今客製化鍵盤常見的要素，不只讓外觀看起來更有質感，敲擊時的聲音手感表現也提升了不少。所以把這些升級擺在一起看啊，我覺得 Mixtail 這次呢，不是單純的把功能加上去，而是讓鍵盤整體跟得上時代的同時，也符合大家的使用習慣。不過老實說，如果今天只是多了3模連線，多了 VIA， 多了鋁合金外殼，我並不會因為這些特點就推薦大家去買左右分離鍵盤。因為真正讓我改觀的其實不是規格，而是當我真正開始拆開使用的時候，我才發現左右分離真正改變的跟我原本想的完全不一樣。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左右分離改變了什麼。如果你問我左右分離最大的改變是什麼，我原本以為答案會是打字，但在經歷了1個月的使用之後，我發現完全不是，而是我的姿勢。以前用一般鍵盤的時候，其實從來沒有覺得哪邊不舒服，直到把2把鍵盤放在一起比較，我才發現標準鍵盤會讓我的雙手一直往身體中間靠，肩膀會自然內縮，手腕的角度也不是最放鬆的位置。但把 MD770 Pro 拆開之後，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肩寬去自由調整雙手的位置。調整好位置後，你會發現肩膀不再會內縮，手腕和手臂也是一條直線。這也是我覺得左右分離最大的優勢啊，就是它其實並不會讓你的打字速度變快，也不會一夕之間就解決你的腰痠背痛問題，但是它讓我工作的姿勢變得更自然。而且每個人的最佳距離也都不一樣，有些人喜歡靠近一點，也有些人喜歡拉開一點。最後我覺得最舒服的距離啊，大概就是和肩膀同寬，看起來只是幾公分的差距，但長時間工作下來，體感真的很不一樣。不過真正讓我回不去的啊，並不是打字的姿勢，而是它改變了我整個桌面的工作方式。適應成本到底高不高？我相信這是大家最在意的一個問題。左右分離聽起來真的非常吸引人啊，但如果你要花好幾個禮拜的時間去適應打字，那真的值得嗎？老實說，一開始確實需要花不少的時間去重新適應啊。那第一次拆開使用的時候，我最不習慣的就是打字的節奏。因為我打注音的方式並不是非常的正派啊，有時候左手會去按右手應該要負責的按鍵，那右手呢也會去按左邊應該要負責的按鍵，所以在我剛開始分離使用的時候，我就很常發生啊，手移過去就會發現按鍵呢的情況發生。那這樣的使用方式呢，會讓你熟悉的打字節奏整個大亂掉啊！你就還要再停下來去摸一下，說，我的按鍵哦，在這裡，沒錯，我摸對了。那所以在使用的頭1-2天呢，我甚至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會打字。然而，肌肉是有記憶的。在使用的第1周後，我可以明顯感受到打字的節奏感有恢復到以前常規鍵盤的大概90%左右。那甚至有時候流暢度還讓我一度忘記我用的是分離鍵盤。所以以我實際使用的體驗來說，我可以跟大家保證，分離使用下絕對沒有你想的那麼難適應。而且由於打字的姿勢變得比較符合人體工學，我發現這樣使用下來，肩前束的肌肉變得沒那麼的緊繃。那再回去使用常規鍵盤的時候，就會發現，真的有差耶。所以真正需要適應的不是按鍵在哪，而是雙手的位置。所以 MD770 Pro 它其實並沒有改變鍵盤的配列，也沒有要求你重新學習一套新的打字系統，它就是一把常規的鍵盤，可以拆成左右2邊而已。那麼作為一把生產力的鍵盤，它的聲音表現和打字手感究竟如何呢？這次搭配的是 HMX 的桃粉軸，如果平常有在接觸客製化鍵盤，應該對 HMX 不陌生。近幾年，它在客製化鍵圈累積了不少的好評，特色是出廠一致度非常高，手感乾淨利落。所以這次原廠能夠選配 HMX 的軸，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加分項啊。那我們就現在聽聽看它的打字音表現吧。老實說，我還蠻驚豔的。整體音量表現很沉，而且音量也不大，在辦公室使用呢是不會到讓同事白眼的程度。而打感方面，受限於套件本身的結構，內膽幾乎沒有回彈感，所以它的整體打感會比較偏硬。不過軸體的部分按壓非常順滑，而且本身輕顆數也可以讓它快速的回彈，按壓也不費力。作為生產力使用，絕對加分。
所以如果你喜歡靜音紅軸的安靜，但又不喜歡它沙沙的手感，絕對要試試看這個 HMX 的桃粉軸。那麼跟這把優點滿滿的鍵盤交往了1個月之後，有沒有除了適應之外，還需要磨合的點呢？老實說，還真的有。那第一點就是手托。那由於分離使用讓距離變寬，我現有的手托擺的位置剛好2隻手都托不到啊，就還挺尷尬的。不過市面上還是有分離式的手托可以購買，這一點倒不是什麼大痛點，痛的是錢包君的心。再來第二點是滑鼠，同樣也是因為分離使用，距離變寬的同時壓縮了滑鼠的操作空間，在使用滑鼠的過程就有可能去撞到右邊的鍵盤啊。那我後來想到了用看看這種軌跡球的滑鼠，想不到搭配的效果還挺不錯的。或是用這種能夠擺在鍵盤中間的軌跡球，手也不用離開鍵盤的上方，感覺也挺合適的。提供這2個解法給大家參考咯。那麼前面2個呢是屬於使用上面的小痛點啊，那最後一個呢是我個人非常希望的，那就是全無線。那大家看了那麼多片花，應該也有發現，就是它左右同時分離使用的時候是必須接着線的。那常見的方式呢是一條接電腦，再有一條由主體串副體，或者是2條線直接接到電腦。你會發現不管用哪種方式都沒辦法實現全無線的使用。如果連接主副體的線不夠長，可能就沒有辦法達到最舒服的姿勢。那如果是全無線的話，就能夠避免這個問題，而且桌面的整潔度也會乾淨不少。不過講歸講啊，研發團隊還有技術上的考量。這次升級的鋁殼對於無線訊號來說是個非常大的障礙，而且無線也需要一個更大的電池來維持續航。在成本和實用的取捨下，最終還是放棄了這個目標。所以這也是我個人的一個小心願吶。不過現在科技發展如此之快，我相信在不久的未來我們就可以等到的，對吧？在經歷了1個月的使用之後，如果你問我 MD770 Pro 值不值得買，我的答案是，它不是一把適合所有人的鍵盤。但如果你符合以下這幾種狀況的話，我非常推薦你去試試看的。那第一種呢，就是需要長時間坐在電腦前面工作的人，像是寫程式啊、剪影片、設計、文書工作，或是每天都有大量的打字需求。如果你一天有好幾個小時都在使用鍵盤，那左右分離帶來的姿勢調整，我認為是最有感的。那第二種呢，就是一直想嘗試人體工學鍵盤，但又不想一次改變太多的人。MD770 Pro 呢，雖然是左右分離，但按鍵配置還是大家熟悉的75%的配列，不用再重學一套新的鍵位，也不需要重新建立新的肌肉記憶，入門門檻已經比很多人體工學鍵盤要低的很多。那第三種呢，就是已經玩過機械式鍵盤，但是想要體驗看看不同使用方式的人。現在很多鍵盤都在比外觀、比聲音、比配色，但左右分離帶來的是完全不同的使用體驗。它改變的不只是鍵盤，而是你整個工作的姿勢。不過，如果你只是偶爾打打字，一天使用鍵盤的時間不超過2-3個小時的話，我反而不一定會推薦你。因為左右分離最大的價值就是長時間累積出來的差異。那如果你的使用時間不長啊，可能就沒辦法感受到它真正的優勢。另外，如果你的桌面空間較小，或是買回來就希望能夠完全適應，那也要有一點心理準備了。左右分離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去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距離和習慣，所以它並不是一把一買來就會讓你立刻愛上的鍵盤啊。但如果你願意花幾天的時間去重新適應，願意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姿勢的話，那我覺得 MD770 Pro 帶來的改變遠比我一開始預期的還要大。它讓我開始注意自己的肩膀、手腕以及長時間的工作姿勢。原來很多我們以為正常的姿勢，其實只是因為用了太久，所以習慣了。這也是我認為 MD770 Pro 最大的價值。它不是一把追求最炫、最快或是聲音最好聽的鍵盤，而是一把可以讓你重新思考使用習慣的鍵盤。不過當然，它也不是沒有門檻。你需要花一點時間適應，也需要願意改變多年來的使用方式。但如果你每天都要花好幾個小時的時間坐在電腦前面的話，我認為這樣的投資非常的值得。所以如果你問我分離式鍵盤到底值不值得，那我的答案非常明顯，就是值得。但不是因為它是一把左右分離式的鍵盤啊，而是因為它讓我開始重視每天陪伴我工作的重要工具能不能用得更舒服。
而這也是 MD770 Pro 帶給我最大的收穫。那如果你曾經也好奇左右分立鍵盤到底是不是噱頭的話，那希望今天這支影片能夠幫助你找到自己的答案。那最後 MD770 Pro 將在8月24號到9月13號開始限量預購，那首批還有8折的優惠，有興趣的觀眾就自行前往資訊欄的鏈接調看選看吧。好，那本期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感謝你的收看，我是 YC， 我們下次見，拜拜。